俄乌冲突持续，俄军方表示完全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北约在挪威的军演也在持续。美国总统拜登目前已经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准备出席北约峰会。他计划说服欧洲盟友统一立场，进一步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则宣布，将在1周内向所有欧盟成员国等不友好国家供应天然气，将用卢布进行结算。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约30%。当地时间周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还分别公布了俄军在南部赫尔松州排除爆炸物的视频，以及俄军苏34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乌军军火库的视频。据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俄方日前发布的消息，俄军从海上发射远程导弹，继续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事设施，包括在基辅郊区的2个原点 U 导弹发射点，以及在西北部城市罗夫诺的武器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当地时间周四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再次向顿巴斯等多个地区运送400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食品、生活必需品和建材等。与此同时，来自北约27个国家的大约3万名军人、220架飞机和50艘舰艇等正在挪威进行寒冷应对2022军事演习。参演的美军方人士声称，北约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大的风险。美国持续渲染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周三在一份声明中正式宣称，美国政府认定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并称俄军应该受到起诉。美方声称是基于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和情报来源做出这一评估，指控俄罗斯军队摧毁了公寓楼、学校、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The assessment has now concluded with a careful review of current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both public and from intelligence sources. This review underpins the assessment that the Secretary announced today, that Russian forces are indeed committing war crimes in Ukraine. 布林肯也承认，俄罗斯是否有罪的问题最终将由法院来决定，但并未明确提到是哪个法院。With any alleged crime, ultimately it will be for a court of law to determine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ho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se particular cases. The U.S.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track reports.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在其成立之时，美国正陷入阿富汗战争，并正在准备入侵伊拉克，因此美方拒绝缔结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20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和情报行为进行调查。当时，特朗普宣布对参与此案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战争罪它本身是国际刑法当中战争罪的一种，那么它一定是适用的是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一定是由国际刑事司法系统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所以，美国绝对不是说是宣判一个国家是不是负有这个战争罪的一个适格的主体，肯定是舆论战的一种，就是在国际社会去渲染俄罗斯目前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那为美欧接下来采取怎样的这个，比如说非常有力度的制裁行动，那也是打下这个舆论和认知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发布这份声明时，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本周四开始的北约和7国集团峰会途中。目前，拜登已经抵达欧洲。据悉，此次会议将围绕俄乌局势继续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以远程视频方式参加。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峰会正式召开前，首先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据悉，美国国防部在拜登前往欧洲前，已经制定了一份增兵东欧的计划。北约则表示，成员国一致同意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4国加强军事力量。但观察指出，北约增兵东欧将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在此次北约峰会前，波兰的一则提议受到各方关注。波兰上周表示，他将在峰会上正式提交在乌克兰执行维和任务的建议。俄方则表示，这将是一个不计后果且极其危险的决定。Польски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уже заявили, что сейчас будет саммит НАТО, надо направлять миротворцев туда. Они, я надеюсь, понимают, о чем они ведут речь. Это будет то сам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прямо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натов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которого все не то что хотели избежать, а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никогда его не должно состоять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北约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的风险引发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反对。
北约在峰会开始前就明确拒绝波兰的提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防止这场冲突变成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极为重要。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In fast 80 Jahren Nachkriegsgeschichte haben wir das Unvorstellbare erfolgreich vermieden. Eine direkte militärische Konfrontation zwischen unserem westlichen Verteidigungsbündnis der NATO und Russland. Dabei muss es bleiben.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形势没有进一步升级之前，无论是北约，就是北约当中的盟国，还是就是特别我们知道美国等等在其中的话，应该来说都是非常谨慎，不会轻易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确实。北约，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集体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更大范围的欧洲国家，甚至美国给拖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另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此次访欧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协商解决欧洲盟友对俄罗斯能源实施进一步制裁的分歧。此前，德国已经强硬拒绝立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欧盟外长会也对此产生巨大分歧，因为欧洲40%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一旦断供将导致欧洲经济衰退。而美方则认为，正是由于欧洲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市场，因此欧洲不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会极大削弱制裁效果。Über Jahrzehnte hinweg ist unsere Abhängigkeit von Öl, Kohle und Gas aus Russland gewachsen. Ja. Wir werden diese Abhängigkeit beenden, so schnell wie das nur irgend geht. Das aber von einem Tag auf den anderen zu tun, hieße, unser Land und ganz Europa in eine Rezession zu stürzen. Hunderttausende Arbeitsplätze wären in Gefahr, ganze Industriezweige stünden auf der Kippe. 俄罗斯也采取强硬措施反击美西方针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普京周三宣布了一项重磅措施。Мною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в самое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комплекс мер по переводу оплаты. Начнем с этого, с наше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переводу оплаты наше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п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аны, з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рубли. То есть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таких расчетах всех с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вших себя валют. 按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1月27号，该公司向欧洲和其他国家销售的天然气中，58%以欧元结算，39%和3%分别以美元和英镑结算。在普京宣布以卢布结算后，欧洲天然气批发价格应声飙涨，周三最大涨幅高达30%，而卢布对美元汇率也一度跃升至3周来最高点，最终收报97.7卢布兑换1美元。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断加码。美国媒体报道称，美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将与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会面，讨论冻结俄罗斯价值1320亿美元黄金储备的可能性。根据货币原理，黄金储备是卢布保持汇率稳定的基础。美方意图发起货币战，意在造成卢布疯狂贬值。周四，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或在未来跟进制裁，限制俄罗斯央行动用黄金储备。约翰逊还宣布送6000枚导弹给乌克兰。俄乌谈判陷入僵局，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三指责，由于乌克兰方面不断改变立场，谈判难以达成一致。他认为乌克兰的做法很难不给人一种他们被美国牵着走的印象。Опять же, понятно, сдерживание России, как и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которая маломальск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ведет себя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И в т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НАТО, Украина была выбрана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для вот, под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